我之前说的话真的成真了。如果你看过我之前那期 G7 Ultra 的评测，应该记得我当时说过一句话：菜单调节按钮的位置不是太顺手，建议加入遥控器来调整参数的设定。结果这一次，海信 GX 真的把这件事做出来了，所以这台显示器发布之后，我几乎是没有犹豫直接下单。但问题是，这是不是一次真正有意义的升级，还是只是看起来很爽而已呢？那么接下来，我将用几期视频，通过我自己的多个使用场景真实使用体验，从显示器本身的配置及显示器自带的电视系统的表现，到显示器连接 MacBook Pro 兼容性和连接 Windows PC 下的游戏画面表现，以及使用这款显示器日常办公等等，结合海信 GX 的优缺点和不容易发现的细节来聊聊这款显示器。后面时间允许的话，我也会用这款海信的 GX 显示器和海信之前的 G7U 显示器、红米 G Pro 27U 显示器、苹果的 MacBook Pro 的自带 Mini LED 屏幕，以及 LG OLED 电视进行对比，来看看各自的优势在哪里，哪款更适合什么人使用。所以这将是一个系列的视频，请一定要看到最后，我保证里面肯定有你想要了解的内容。也欢迎留下您的一键三连和评论。同时，如果您不想错过未来的更新，也请一定要关注本频道，这样才能在更新时第一时间收到提醒。本频道是一个侧重于输出 HDR 和杜比世界长视频内容的科技、数码、影像频道。鉴于目前一些网站上盗视频、低画质未经授权转载比较猖狂，所以请一定要关注本频道正确账号大 V 快飞，这样才能收看到最佳的高码率 HDR 或杜比原视频，获得最优的观看体验。那么请坐好，我将和你一起正式开始体验海信的 GX 这款非常有特点的镜面屏 Mini LED 显示器。Hello， 大家好啊！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款显示器是来自于海信的 GX 显示器，其实准确的说应该叫做 G10， 那个 X 应该是10的意思，它是相对于 G7U 或者 G9、G5 来说的话，应该是一个数字10。然后这款显示器它也是市面上为数不多的镜面屏显示器。当然，海信的镜面屏显示器其实目前来说已经推出了好几款了，它这个应该是第3款既有镜面屏，同时又具备黑曜屏技术的一款显示器，海信 GX。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运输的包装，其实看起来还比较不错，它的保护性措施也还做得还比较 OK， 不像一些人说的可能是他们有的包装相对来说运输的包装比较简陋，可能也是前几个批次有人提意见，然后我在买的时候它这个包装已经做了一个改进。其实可以看到这样的包装，其实对于商家也好，或者对于用户也好，都是一个比较放心的一个包装，不用担心这个显示器会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磕碰。那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先把它的这个快递的包装给它拆掉，然后看一下里边的一个实际的表现。好像还不是特别好拆。OK， 把那个运输包装已经拆完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显示器本体的这个正式的包装盒。它相对于 G7U 的那个牛皮纸盒，看起来好像会更加颜色丰富一些。然后这款显示器目前出的是白色的款。生产日期是2025年的12月12号。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把显示器打开，然后看看显示器里边都有哪些配件，同时呢把显示器装起来，去连接 PC 或者连接 Mac。为了防止有一些意外，我还是尽量减少对这个包装盒的本身的破坏。这样的话，万一有一些问题的话，可能在退换的时候还会方便一些。扣过来，那我把显示器从箱子里拿出来吧。我们现在就过一下这个里边的这些配件吧。那我们挨个去过一下吧。首先先看一下它，这个是它的电源，我去看一下它的功率。这个电源的功率是19伏，9.47安，到不了180多瓦吧，180瓦左右。这是电源的输出功率。然后我们看一下它都带了什么线吧。然后这个是一个 Type C 的线，是因为这个显示器它是带 Type C 接口的，跟 G7U 一样。然后这个是视频线，应该是。哦，这个是 HDMI 2.1的线，然后这是 DP 的线。应该是 DP1.4， 因为这款显示器它不支持 DP2.1， 只支持 DP1.4。然后这个是 USB-B 还是 USB-A 的一个线，它也带了这个海信它自己带的这个擦镜布，就是它因为它这个镜面屏不太好擦，所以它带了一块单独擦屏幕的布。这里边也比较有意思，
这款显示器就像小米的 G Pro 27U 一样，它是带一个遥控器。这是海信的这款遥控器。通过遥控器的话，我们就可以不用去按那个按钮了，就可以直接通过遥控器去调参数，也包括去调一些设置。这个还是比较好评的。然后这个板的话，应该是一个它的显示器后边一个挡线板。然后我们看看这儿还有什么。这是显示器那个腿儿，然后这是2节7号电池。这个是说明书，还有它的一个校测报告。然后这个应该是它的那个支架。这个支架其实要比那个之前买的那款 G7U 的支架要好，因为它相对来说比较节约空间，不像 G7U 那个支架太占桌面空间了。这点的话要给它进行一个好评。这个是显示器的底座，这个底座要比 G7U 的那个底座要好很多，它相对来说比较节约空间。这个我们稍后一块儿再装吧。然后这个是一个延长的螺丝，应该是如果你去装桌面的那个液压摇臂还是支架的话，是通过它去跟显示器后面去进行固定的。然后这就是上层就这些东西，然后把它上层拿开之后呢，下层就是显示器的本体了。它这应该比较简单，我就是只要把这个支架装上之后，直接跟它一装就可以了。那我接下来把这个支架安装完了，然后跟它去进行一个安装。在我们将显示器的支架和显示器进行连接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这款显示器都有哪些接口。首先，这个最左边这个口是一个3.5毫米的耳机接口，然后它的右边是一个 DP 1.4的接口，然后是 Type C 的接口，支持图像传输和反向充电。然后接下来右边那2个呢是 HDMI 2.1的接口，然后是一个 Type B 的接口和2个 Type A 的接口，还有一个最右边就是电源的接口。然后我们这里边的话，应该是不知道是 Type HDMI 1还是 HDMI 2，它是支持一个音频回传的，因为它带一个电视系统嘛，所以应该是在那个电视系统下是支持的。还可以看到它有一些支持的认证标准，比如说像 HD 杜比世界，还有杜比全景声，这个的话是在它的电视系统中都是支持的，而且好像它也是支持 DTS X 这个音频的标准。这些就是这款显示器的所有配件了，都在画面中了。然后接下来我把它显示器的这个支架和它的一个底座先进行一个安装，然后这个支架下面会有一些螺丝孔，我只需要把它这样扣过来，然后再反面去给它进行一个把这个螺丝给它拧紧就可以了。OK， 这样的话我这个底座就安装完了，还是挺简单吧。然后接下来我只需要把这个和显示器去进行一个连接，那这个显示器就算是装起来了。然后我现在把这个显示器的支架和底座和显示器的主体去连上，需要把这几个扣进去就可以了。但是这里也不得不说一下，这个 G7U 的时候，它的那个里边就是特别难扣，不知道 GX 是否有改进。把它放平吧，然后重新再装一下。OK， 这样就好装。必须要把显示器放平之后就比较好装，现在就装上了。那现在这款显示器就算装上了。这个就是这款海信的 GX 显示器的本体，这是它的正面，让我看一下它的背面，这就是它的背面。好像看起来比 G7U 要好看一些，而且这个底座实在是好评，它要比 G7U 的那个底座要省很大的地方。好，这个就是显示器的一个开箱。那么接下来我把这款显示器通电，看一下它的显示效果，还有它本身自带的这个电视系统。我现在已经把这台显示器放在桌面上了，然后接下来我会开机。开机之后，应该是它会首先进入到它的一个电视系统。那我们现在正式去看一下。同时呢，因为它有这个遥控器，所以我可以用遥控器去进行一个控制。我们现在把它开机。这是第一次进到海信的这个界面，然后我们你好，我是小聚，很高兴认识你，请按照提示开始设置你的设备吧，确认用户协议。然后我们去进行这个显示器的初始化设置。这台显示器它不仅是带一个电视系统，同时呢，它也是带2个喇叭的。然后同时这个它所自己带的这2个喇叭，它的音质相对来说在显示器中算是比较好的。当然不能跟那种独立的音箱去进行对比，但是在显示器的喇叭里，这个喇叭绝对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品质。请选择你想要连接的网络，方便使用更多功能。长按
按遥控器语音键，直接说出你的指令即可实现操作。请创建或登录你的账号吧。我现在登录完之后，扫码关注海信爱家，可以赠送半年的延保。然后这个就是海信的它的一个电视界面，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切换起来还是比较流畅的。它用的芯片应该跟小米的那款 G Pro 27U 用的电视芯片是一样的。那款芯片相对来说它的处理速度还是比较不错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视的系统，它操作起来是非常的流畅的。然后这些应该是要花钱才能行。然后这个的话是可以免费去看的。刚入手，然后会有一个系统升级，可以选择一下升级，升到最新版本。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最新的系统。海信的这一套电视系统绝对不是一个摆设，里边有很多我们可以很实用的功能。就比如说我现在，切到我的应用里边有一个媒体中心。如果媒体中心的话，我就可以直接把我家中的其他 NAS 设备可以跟它进行一个关联，然后就可以用海信的这个电视系统去进行一个播放。而且海信的这个电视系统它也是支持杜比全景声和杜比世界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去看一些杜比世界或者杜比全景声的音源的片源，也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我觉得这个电视系统还是有很多的可玩性的，具体怎么样，我们可以稍后再去进行一个更详细的一个体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遥控器中这个菜单按钮，如果点开的话，遥控器中的这个菜单按钮，其实它是可以直接打开这么样一个菜单的。然后这个菜单应该是在显示器的菜单里边，应该也是这样的，就是在连接电脑的时候，应该也是这套菜单。我们一会儿去验证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菜单里有很多，包括氛围灯的设置、Type-C 充电、音乐，这个我们稍后吧去看一下。然后这一次后边的这个环形灯好像要比 G7U 的那个环形灯更有质感一些，然后它有很多的灯效可以选择。现在这个是静止的灯效，这个是后边呼吸灯的效果，这个是后面炫彩灯的效果，这个是后面跑马灯的效果，还有一个随图像和声音变换的灯效。我们看一下选上它之后后边是什么样。我们切到显示器的后边，我现在去连接一下我的电脑，然后看一下连接完电脑之后的一个效果是怎么样的。我现在通过 Type-C 口将海信的这台 GX 显示器和我的 MacBook Pro 进行了一个连接，然后我发现这个 Type-C 口应该是有一些阉割的，它并不是一个像海信 G7U 一样，它的功能这么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在切换分辨率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分辨率是没有办法去开 HDR 功能的，而且是没有办法开到160赫兹刷新率的，只能开到120。我稍后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选的是海信的这台显示器，然后它默认给的是1920×1680P 的分辨率，然后往下去看，它的这个 refresh rate 刷新率只能给到最高120，当然它可以支持可变刷新率。我如果选它的话，它就是支持一个可变的刷新率，但是它最大的分辨率到不了160，只能到120。这个 HDR 是打开的，我如果把 HDR 关上的话，我看一下，也是只能到120。那就是说，如果通过 Type-C 口去连接的话，它最大的分辨率只能支持到120，无论是开还是不开 HDR 都是这样的。然后这是在1920×1080P，然后比如说我把分辨率往上提一档，这样的话还是可以开 HDR 的。提2档也是可以开 HDR 的。这个 HDR 也是可以开的，高动态范围。但是如果我把分辨率提高到2560×1440，它会黑一下，然后呢？你会发现它的这个 HDR 的选项不在了，就是说它没有办法去在2560×1440分辨率下去开 HDR。然后我们现在如果看一下海信的这个状态的话，其实也可以看到，现在这 HDR 是没有打开的，是 HDR off。但是比较奇怪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继续往上去升，中间这几个分辨率也不能开 HDR。但是如果说我把分辨率切到3840×2160的时候，它黑一下，但是黑完之后呢，它这个分辨率下确实可以去打开 HDR 的，也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但是这个分辨率下是可以去开的。
所以其实得出一个结论，如果用 Type-C 口去和电脑进行连接的话，那它最大支持的刷新率就是只有120赫兹，而不是160赫兹。有可能是这个 Type-C 口是进行阉割，或者 Type-C 口是通过 HDMI 改过来的，所以它可能会有在转换的时候会有一些限制。而这种情况在之前的 G7U 上就是不存在的。G7U 的 Type-C 口是可以完整支持160赫兹 HDR 的，并且几乎是无论是在哪个分辨率下都是可以支持的。但是这款 GX 或者 G10这款显示器它却不行，这是关于 Type-C 口的一个发现的问题。那这是不是就是说，如果用 Type-C 口去跟 Mac 连接的话，最多只能支持到120赫兹，不能支持160赫兹呢？那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我之前用过有一根 Type-C 和 HDMI 转换的线，大家还记得吧？这根线，然后它是一根带VMM7100芯片的一根线，它一头是 HDMI 2.1接口，一头是个 Type-C 接口。然后我如果用这根线的话，我去连接它们俩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去看一下。我将它的一端连接显示器的 HDMI 接口，另一端连接电脑，然后我们去看一下会发生什么。OK。我现在大家看到一边是 HDMI， 一边是 Type-C， 我通过 Type-C 去连接我的电脑，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去看一下，选 GX，OK， 我还是从最开始的来看。如果选择1920×1080分辨率，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就可以打开160赫兹了，然后呢 HDR 也可以打开，然后我们看一下，如果用2560×1440呢，它同样是可以打开160赫兹和 HDR。3840和2160也是一样的，我就不去试了。那所以说，如果你一定想用 Type-C， 同时呢还需要去打开160赫兹，那就不能直接用 Type-C 就 C 转 C 的线，而是需要用一根其他的线，就比如说我这根 HDMI 转 Type-C 的口。但是这样的话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根线虽然是可以显示160赫兹，但是它是没有反向充电的功能的，所以是没有办法给你的 Mac 进行充电的。而且呢，它也是会占用 HDMI 接口，看自己取舍吧，只能说是给大家一条思路，并不是说适合每一个人。然后我们现在手里正好还有一个 DP 1.4转 C 口的线，我们也试一下这台显示器如果用这根线能达到什么一个分辨率和帧数，以及它的这个是否能开启 HDR。然后将 DP 转接线的 DP 口跟显示器的 DP 1.4接口进行连接，然后 C 口去连接 MacBook 的 C 口。然后我们看一下，现在我的这个桌面上是2块屏幕。27GX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用 C 口 DP 口转 C 口的连接线去进行连接的。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现在的默认分辨率是1920×1080，然后我们看一下它默认给了120，但是其实我们看一下它是可以打开160的，160赫兹是可以打开的，在这个情况下。然后呢，我们看一下 HDR 是不是也可以开启 ，HDR 也是可以开启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再把分辨率看看往上提一下，看行不行。我如果把分辨率调到2560×1440。它现在这种状态下，它现在的分辨率是2560×1440，然后它的最大也是可以调到160的，然后 HDR 也是可以正常打开的，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再看一下3840×2160，这个因为它就太小了，我还是给它缩放一下。这个时候它是3840×2160，然后它的这个分辨率是4K， 然后它的刷新率是160赫兹，同时 HDR 也是可以打开的。这样来看起来的话，如果用普通的 DP 1.4转 C 口的转接线去连接 MacBook， 也是可以打开 4K 160赫兹和 HDR 同时打开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这款显示器它的接口方面只有它的 C 口进行了阉割，实际上它的 HDMI 2.1接口和它的 DP 1.4接口都并没有进行阉割。虽然 DP 1.4不是 DP 2.1。但它也是由于这款显示器它带的这款电视芯片的一个限制，所以只能目前来说上 DP 1.4，但是它本身并没有进行一个阉割。那么如果说你对于它本身的这个 C to C 口或者这款显示器本身的 C 口不是特别满意，你还执意想用你的 MacBook 去通过 C 口去进行连接，得到一个完整的传输质量的话，那我推荐你可以使用带 VMM7100芯片的 HDMI 2.1转 C 口线，或者一条普通的 DP 1.4转 C 口的线，都是可以实现通过 C 口去和 MacBook 去进行连接的。这里边可能也会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如果你用我刚才说的这2种转接线的话，那本身这款显示器就没有办法给我们的 MacBook Pro 进行充电了。那它可能也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没有给这台 MacBook 单独再去进行充电的话，那我们如果把 MacBook 合上的话，那它的屏幕就会关闭了，就出现目前这种情况，变黑了。我只有把这个 MacBook 打开，它才能去显示图像。大概就这样。然后关于这个 Type-C 口还有一个发现，就是如果我连接显示器的 Type-C 口
和 MacBook 的雷电口进行连接。然后我现在没有打开动态 HDR， 就是这个选项，我现在是关着的状态。然后它现在连接到 MacBook 上的这个 C 口，我们看一下它的充电功率是多少，89是吧？89就90瓦将近。那我们现在再去看一下，假如说我把这个高动态范围给它打开，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它的就是 4K 120，就是120赫兹，同时 HDR 打开的状态。这款显示器，我们再看一下它通过 C 口的连接线去连接 MacBook 的 C 口，然后这个时候它的充电功率是多少？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充电功率，从刚才的接近90瓦降到了现在将近50瓦吧，56瓦，看到没？就是说它这个 C 口，如果说你打开 HDR 的话，它的充电功率会下降，这是我发现的一个问题。然后关于这个显示器的菜单，在显示器模式下，它有一个简易的菜单，这个没有问题。同时呢，如果说我想进行一些更详细的设置，在显示器菜单直接通过摁一个按钮，摁这个按钮就可以实现，不需要像小米那款一样的话要摁很多下。就这样的话会非常的方便去调整一些参数，这点的话要给一个好评。然后这个就是这里边能调节的功能都是在电视里边可以调的功能是一样的。这是关于这个菜单，这个调节起来方便很多。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边去调节它的亮度、色温、HDR 映射、亮度映射，比如说动态、标准、明亮，而这些在简易菜单里都是没有的，都是在这个高级菜单。高级菜单是可以直接用遥控器上一个按键就可以呼出的，这点非常好，调节起来方便很多。可以看到我能调的东西好多。上面就是我用这台显示器无论是通过 C to C 的直接连接 MacBook Pro， 还是通过 DP 或者 HDMI 的转接线去连接 MacBook Pro 的一个表现，主要去看了一下它这个 C 口，还有说它其他一些接口跟 MacBook Pro 进行连接的情况下，它是否有一些限制和一些具体情况。那关于这个跟 MacBook 连接的一个测试就先到这里，然后接下来呢，也是我要去体验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它跟 Windows PC 去进行连接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因为这台显示器它既然定义成一个专为 3A 大作而生的一款显示器，那必然是它大部分情况应该还是服务于跟 Windows PC 去进行连接，并且玩游戏也好或者看电影也好，它的一个实际体验。那么下面我就用这款显示器去跟我家里的 Windows PC 去进行一个连接，然后去看一下它的一些相关的表现。我可能会用它的 DP 1.4 或者 HDMI 2.1接口去进行连接。那么看到这里，本期内容就这些了。关于连接 Windows PC 后这台显示器的影音娱乐体验，以及一些不容易发现的细节，将在下期视频中发出。如果您不想错过更新，请一定要关注本频道。那么下期见，记得来看。